大家好，我是灵机。今天我们对东方占星灵机子占这一套工具书，该如何达到灵活运用，以及在占卜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虑以及小问题，做一个说明与解答。首先，灵机还是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信任。相信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收到我们东方占星灵机子占这一套工具书。首先在收到的时候，你要检查有工具书1本，还有我们的占星底垫1份，以及我们有大、中、小，以及我们的长方形，这有4组不同的牌卡。这4种不同的牌卡有72张。首先，最大的这一组，它有14张，里面有不同的图案以及文字，所以你们收到的时候要记得先做一个检查。接下来就是第2组中的这张牌卡，也是有14张，里面也是有不同的图案以及文字，你们可以依据我们的工具书做一个对照。另外就是在小的这张牌卡，它有4种不同的图案，但是有32个不同的文字，它有代表了32张，所以希望就是说收到的时候可以利用我们的牌卡以及工具书做一个图文的对照，一定要记得检查哦。另外就是最后这一组长方形，它有12张12种不同的图案以及文字，在你们收到这一套灵机子占的工具书的时候，一定不要遗漏，一一做一个对照。如果有破损以及缺失，记得再回复给我们。当我们手上拿到了这一套占卦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酒精的消毒，已经简单的净化，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当然，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大家未来在重复占卜之后，我们可以运用水晶的能量，做一个消磁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占卜的事情，或者是当下的人，它的气场是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运用水晶的天然的一个能量，然后呢，做一个消磁的动作，为我们的牌卡做一个净化。当然，如果说你有宗教信仰，可以运用檀香来做一个净化的一个动作。另外，如果说你有信主耶稣，也希望记得拿起我们的牌卡，握在手中，常常跟他做一个心灵的交流与沟通。当你的牌卡占出来的一个卦象的时候，可以读懂他要表明的是什么，会给你正确的方向以及答案。希望在常常占卜的动作之后，或者是长期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记得做一个消磁的动作，或者进行与牌卡的一个心灵交流。当然，你也可以在每次占卜的时候，运用这个水晶的能量，把它放置于我们的占星垫的旁边，因为我们都知道水晶它具有神秘以及天地自然的一个能量，运用天然水晶的一个能量，你可以得到更不一样的一个灵感，甚至就是有加强于你在占卜一个解卦的一个动作。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我们的占卜的过程，近期收到一些疑虑以及问题，在此做一个说明与解答。第一个，有人提到说灵机子占和塔罗牌有什么不一样？当然，灵机子占是属于东方占星，它是依照我们的阴阳五行以及易经，还有我们的紫微斗数做一个基础的理论。那塔罗牌的话，则是西方的一个代表，当然也是在西方推出盛行之后，广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唯一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要做占卜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带着一颗虔诚与平和的心态做占卜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就是大家有提到，如果我不知道的生辰八字，就是正确的出生年月日时间，可以做指占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的，因为相信大家都有一个
国家与政府颁布的一个叫做身份证，上面它有记载着你的出生年月日的时间，我们就运用这个国家给我们的印记，也是我们这一生的印记，这个符号做一个占卜的一个动作。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买了《灵机子占》这本书，我看不懂，或者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找答案的时候，要怎么办？那我们会在下一个视频就教大家怎么样去对照这个图卡，找得到我们要的一个答案。还有就是子占的这个部分有一些禁忌，在此也借这个视频跟大家叮咛一下。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找一个安静以及调整我们的呼吸平和的心态来做一个占卜。当然如果说你要抱着尝试或者是好玩测试的心态，也希望你先还不要做占卜的这个动作。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切实际或者是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也不要做占卜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第三就是说，已经决定或者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也不要做占卜。第四个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决定而没有疑虑的时候，也不要去做一个占卜。当然还有就是违法的事情，也千万不能用子占来做一个占卜的一个动作。另外就是说，涉及他人的隐私，也千万不要做占卜哦。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同一件事情，不要做二次占卜，尤其是在3个月之内，千万不要做二次占卜。因为其实你重复的占卜一个问题，只是为了想要找到你心中想要的那个答案，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偏颇了。所以希望大家在做占卜的时候，能带着一颗虔诚以及平和的心态，向天地宇宙下订单。你带着一颗虔诚的心，相对的天地宇宙也会给你一个能量满满以及正确的方向还有答案。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以上的一个问题点做另外一个视频，就是说买了这一套灵机子占的书，该怎么样去找答案。我们在下一个视频继续介绍。灵机再次感谢您对我的支持与信任，谢谢。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占卜的演示。首先我们把大、中、小这4组牌卡握在我们的手上，心里默你们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地址以及我们要占卜的一个事项。如果说你有英文名字，或者是说常用的一个另外的名字，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本名加上外号或者是英文名字。如果说你占卜的是跟工作事业有关系的，你也可以把家里的住址或者是公司的地址在心里默念清楚。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占卜的时候的地址是以居住地，就是你目前的居住地为原则。所以说一定要记得把名字、出生年月日，如果说不知道我们的生辰八字，就以我们的身份证上面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为原则。再来就是念清楚我们要占卜的问题是什么，在这样子的完整资料心中默念3次，把它理好。因为我们只要叙述的越详细，当然我们得到的反馈的信息以及我们占卜的一个卦象就会更加的明确。所以要记得一定要调整呼吸，放松心情，以平和以及虔诚的心态来进行我们的占卜。好，接下来我们就依序把这个4组牌，第一个首先就是大的这一组，有14张，我们一样做一个洗牌的动作，凭我们的直觉以及我们心里想的想法，抽出2张。记得我们抽出这2张牌的时候，先不要翻开，先放在旁边。第2组中的这一副牌，这一排也是14张，我们也是依序洗牌，然后凭直觉抽出
心里想要的2张牌。我们先把它一样放在旁边。接下来第3组就是小的，就有32张牌，我们就一样洗牌，然后凭直觉抽出3张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4组牌，就有12张牌，我们先洗牌，然后凭直觉拿出1张牌，先放在旁边。好，我们现在手中就是有8张牌，有大的2张，以及中的2张，还有就是小的3张，以及最后一组的长方形的1张。以我们最大张的这2个依序开始放，我们可以在这外面有12个宫格里面，凭自己的直觉以及想法、心意去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上面。好，第2组牌一样，我们也是凭直觉这样子去放。第3组牌我们有3张，当然你也可以重复与其他的牌放在一起，就以你的直觉，或者是你要一格放1张也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依序把这7张牌放在这12个位置，这一张我们就先放在我们的牌的旁边。接下来我们就来开牌。第1张我们开的就是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然后第2张代表的现在的一个情形以及我们要面对的状况。当然在之后我们也可以以2张的牌的一个状况做一个对照。这个时候我们东方占星灵机子占的这一套工具书就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就对照我们的这个牌卡，找出我们的书本上一模一样的图文，来找到我们要的答案。例如说我们今天占的是一个财运，我们就找到我们的财运篇，找到一模一样的牌卡，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翻开，它里面就有文字的叙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第2张，一样翻到一模一样的牌卡来做一个对照，这个时候它上面的文字也就叙述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否顺利，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是否说我们的财运的求取的路程是不是有阻碍，这个时候就会在这个我们的工具书一一找到答案。当然依序我们也是可以翻出我们的其他的牌卡，一样的动作，我们就对照我们的工具书来做一个对照。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轻松 easy 的找到我们的方向以及可以参考的一个地方。另外最后1张牌当然也是依序要把它一翻出来，然后一样在我们的工具书上找到一模一样的文字以及图案来做对照。这个时候我相信你心中的答案已经俨然生成。所以希望就是这一套灵机子占的工具书能陪伴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找到灵感、方向以及参考的一个策略。也希望这套工具书能带给你顺心如意、平安。以及再次感谢您，谢谢。